大家好，我是林阳。就最近刷到好多道友说我跟众神师撞脸了，这事儿我也是刷手机之后才后知后觉的，然后回头对照一看吧，你还别说，哎，还真有几分神似。但是这个事儿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巧合啊。就是当时设计众神师的形象的时候呢，我们最核心的是想突出他身上的这个文人气质的这一面，就是为了和另外2位神师做气质上的反差嘛。等3位大神师都登场的时候，大家就能明白我们给这3人做的差异化的定位了。和众神师撞脸真的只是一个巧合，我们的制作组每一个人都是细节怪，尤其是2位导演，演员的一招一式，镜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们用心的成果。传统动画呢，它的生产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就是这里边有非常多的环节，然后这些环节之间呢，其实有很大的沟通成本。就是说，我想把我心目中想象的那个镜头，然后让这个 layout 老师们打出来，然后呢 layout 把这个打出来之后传到动画，然后从动画师这边做各种细腻的，比如说表演和动作之后，我们还要把它传到后期环节。那么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会有非常多的沟通成本和内耗。这个对于这个我们想做一个长篇并且是周更的动画年番的话，其实它会增强很多的不确定性。用这个虚拟拍摄加动捕的流程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些中间过程给缩短的比较经济，然后同时呢，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到下一个环节的传递过程之中，基本上都会有一个蓝本。那么这个蓝本就是我们虚拍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些就是人物站位、互动调度、表演，乃至于每一个表情、每一句台词的重音，其实都会把它很详实的体现在我们后续的动画之中。就当时第1季年番的时候，记得应该是矿洞和皇宫大战嘛，这2场戏吧，这两个部分完了之后的话，反正的热度就已经在平台上在网上就已经很高了啊，很多的粉丝在很期待的等到下一季的故事。所以说当时就一上手嘛，就有一点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特别想就是说搞一个炸一点的。所以说在正式做第2季，也就是74集里吧，就给整了一个天行城一镜到底。其实现在回想就是当时确实是就是有一点那种莽劲儿。拍摄前审场景的时候，我就开玩笑的提例子，我说要不咱们来一炫的吧，咱做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咱们把这整个天行城搞个一镜到底，给它连起来吧。当时真的是开玩笑说的，因为当时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其实说实在的，现场的各个主创们和这个制片组的小伙伴们，就是但凡有一个人来一句说这个不太现实，可能这也就没有这个长镜头了。那当时的整个无论是制片组也好，制片人也好的话，他们的反馈就是那咱们试试吧。这个感受对于导演来说感受就很好啊，结果就一试不就出来了吗？当然这个制作过程特别的磨人哈，当时单独是那概念预览，单独是 Paris 还有 layout 就前后的，光我就审了不下10几版吧。我觉得内部 layout 组他们审的肯定更多，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抠那个镜头的切点，因为我们其实是伪移镜的，就是有很多的切出来的镜头，要不然渲染根本就不可能。然后包括整个摄影机运动和非洲的调度，然后包括整座岛屿的一些功能性的结构的布局，然后比如那个拍卖行应该在哪啊，然后就是像那个不同的区域这到底什么作用，这些东西确实是挺感谢我们的摄影吧，挺感谢我们的摄影 DP 小鱼老师，还有我们的 layout 组的小伙伴，还有DBN 资产组的每一位小伙伴。其实就是感谢所有人吧，因为这个镜头，这个长镜头，让当时每个部门的人都熬了无数的夜吧。对创作细节的反复纠偏，保证了画面满足每一位道友的期待。拍摄过程中，镜头调度与导演技巧的运用，则决定了这些细节最终的呈现效果。设计分镜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是先由剧本，在写剧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基本上按镜头来写。
就是尤其是导演本的时候，其实会把这个每一句话之前人物的状态、动作，然后呢调度这些，其实很多都会把它在剧本里面就呈现。所以分镜师在画分镜本的时候，其实他如果按照剧本直接去画，它呈现的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就是带有一些调度和机位设计的分镜本一个分镜了。然后在那之上呢，我们导演又会去给他进行一些比如说镜头的串联，因为我们用虚拍这个流程的好处是在于我们可以直接就是在现场就直接把镜头给打了，就是不用等到说 layout 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再重新去设计每一个镜头的移动方式。就最高级的状态是让导演隐身，让观众就是只能看到故事和人物，就是这就跟那个最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跟这个意思有点像哈，就是让大家忘记的创作者的主观的那种存在，好像一切的人和事它就该这么发展，它就该往左走，它就该往左看，它就该说话时停一下，这种细节上的东西。因为行业里边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情感是正反打解决不了的。就比如说像这种情感浓度比较高的戏吧，比如说上一季里边就是韩烈跟袁瑶的戏，还有那个紫菱告别的这种戏，基本上就是很刻意的，我们就用了那种近乎纯粹的类似于正反打的拍法吧，不炫技不抢戏，把情绪输出到位。这个东西需要的是克制。当官方的严谨遇上观众的热忱，这已不再是一个团队的孤军奋战，万千凡人合力正在让这个瑰丽的仙侠世界真正活在现实里。在我们的动捕拍摄棚里边，其实挂着就是之前记的巨大的那种凡人的海报，巨幅的。然后我始终相信，就是中国有一天《凡人修仙传》这5个字会出现在《凡人修仙传》的海报吧，《凡人修仙传》的海报会出现在所有大家想让它出现的地方。对，就是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然后10几岁或者20出头就遇到了这本书，然后呢，就是让你现在正在亲眼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这5个字，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边，它就会一点点的发酵，越来越火。从你10几岁的人生，一直到你可能30、40、50，它会越来越火。就不妨再给它一点点时间吧，因为这本书还有很长，让时间的复利再发酵。其实5年10年很快的，对啊，5年10年很快的。5年前这个剧刚开播，然后15年再往上的时候，这个书刚开始写嘛，其实一眨眼之间就很快的。加油吧，这个还得下一季木兰之战还得打仗呢。这一双手也能摘下星辰。